你还记得小红帽的故事里面大野狼假扮的那个奶奶和小红帽之间的对话吗？奶奶，为什么你的手那么大？这样才能好好摸摸可爱的你啊。奶奶，为什么你的眼睛那么大？这样才能够好好的看清楚你啊。奶奶，为什么你的嘴巴那么大？这样才能够把你给吃掉啊！于是大野狼一口就把小红帽给吞进肚子里了。小蛋子嘞，已经有这么多的疑点了，小红帽怎么还会相信这个由大野狼所假扮的奶奶呢？当你长大之后再重新看小红帽，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难以解释的地方？今天我们就要来大解密。其实小红帽就是那种爱就咔嚓戏一款狼。大家好，我是海苔熊。回想一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朋友？一天到晚跟你靠北抱怨伴侣没有好好对待他，到处拈花惹草，但是抱怨归抱怨，他还是没有离开那个人。就算你说对方是个渣，你的朋友仍然鬼遮眼看不清楚，一直到他被劈腿了，伤心了好多次之后，才会相信自己上当了。这个剧情是不是有点熟悉呢？发现了吗？那个执迷不悟的傻呆萌朋友，其实就是小红帽啊。小红帽跟妈妈的承诺也很奇怪，他答应妈妈再也不会去森林，你朋友也答应你再也不会跟劈腿的人在一起，结果他的下一个对象依然辜负了他。其实童话故事之所以可以流传久远，是因为它反映了我们人类最原始的一些情绪、感觉，甚至是生命历程。这些故事当中的共同记忆，就像是云端硬碟里面大家都有存取权限的档案一样。当我讲到白马王子，一想到的就是白雪公主里面那一个他一直命中注定的人。当我讲到灰姑娘，你就会立刻出现那个很命苦、一天到晚在拖地的痛苦的画面。此外，童话故事有很多雷同的部分，例如很多的主角都要进入森林、深山、大海、洞穴，离乡背井，被后母凌迟，遇上困难和危险，直到克服挑战，才能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从荣格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就是人类古老共同的记忆，也就是所谓的原型。而许多童话其实都象征着一个人改变和成长的历程。从分离个体化的角度来看，小红帽一定要只身进入森林，才能够从挫折当中学会独立。他一定要能够经历过死亡，才能够在死亡里面重新再活过来。如果你仔细想一想，不止小红帽死过，白雪公主也死过，睡美人也死过，所以这些女主角一定要经过某一些死亡，而死亡在某种意义上也象征着重生。既然童话是一种共同的记忆，那我们如何从故事情节当中看到人类的感受呢？现在就让我们来谈谈童话故事里面那些感情问题。不过，在谈王子跟公主之间的八卦之前呢，我们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认识自己。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吗？或者你会非常抗拒谈恋爱，你根本不相信有人可以依靠？或者说，你一方面渴望爱情，但又害怕受伤，内心深处其实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呢？不论你是上面的哪一种人，或许都可以找到与你产生共鸣的童话。在我往下继续讲之前，请你在心中先回想一个让你印象深刻的童话故事。你可以想象把它在你内心的空间拍一个照片下来，或者是把它画下来，或是写下来，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一幕，然后说说你对这个环节的感觉是什么。完成了吗？我要继续往下讲喽。根据客体关系理论，小时候你和家人之间的关系会影响到你自己成年之后的亲密关系。例如，16岁以前父母离婚的女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和父母的关系不佳，对自己没有信心，不相信自己值得被爱，那么很有可能在32岁的时候有较低的关系品质。而小时候长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长大之后也容易在感情当中变得很不安，害怕孤单，患得患失，或者把别人推得远远的。
而根据后续的成人依恋理论，如果你经常把对方挂在心上，每每对方不在身边，你就会很担心，一直看他到底回你讯息了没有，甚至很害怕自己可能会被取代，他有一天不会再爱你了，那么你很有可能属于焦虑依恋。如果你是另外一种人，不相信长久的爱情，无法完全的把自己交给对方，甚至当别人靠你太近的时候，你就想要退得远远的，把内心的那座心墙砌起来，那么你很有可能是所谓的逃避依恋。而如果有时候你想要靠近对方，有时候又想要把对方推得远远的，自己都觉得自己这样非常奇怪，很难搞，那么很有可能你就是上面2种的组合。我习惯把它称为矛盾依恋，不论哪一种，我们都把它统称为不安全依恋。而如果你在一段关系当中感觉安稳自在，你也不会害怕对方太靠近，你会受到伤害，那么你就有可能是所谓的安全依恋。在大多数的调查当中，这样的人大概超过半数。不过，这并不代表这些安全依恋的人都未曾经历过不安的时刻，他们只是平均来说比较安全。其实，不安在感情当中是常常可以看见的。这可能是负面事件或2个人之间有冲突，但不论是什么，都可以让我们变成更完熟圆满的一个人。下面我想要用一个故事来对照我朋友小美的恋情，或许你也可以从这些故事当中看到你的影子。在介绍小美的感情故事之前，我们来先看看小美最喜欢的一个童话故事，叫做《拇指姑娘》。你听过拇指姑娘的故事吗？从某个角度来看，她是一个默默的为别人付出，很怕伤害到别人，可是却爱到失去自己的人。我曾经和好朋友吴东彦心理师讨论过这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深远、更深刻。拇指姑娘的妈妈，她许愿希望有一个像拇指一样大的孩子。结果仙女就真的赐给妈妈一个很小很小的孩子。于是拇指姑娘出生在叶子上面，遇到了甲虫、青蛙跟田鼠。她遇过的所有的动物都曾经解救过拇指姑娘，但事后都对她非常不好，虐待她、批评她，把她当一个佣人。可是她不但没有反抗，还逆来顺受。有一只燕子曾经想要把拇指姑娘给救走，但拇指姑娘不愿意让田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竟然留了下来。一直等到后来，拇指姑娘受不了了，才让燕子救走她。最后，她遇到了花朵里面的王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听完这个故事，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呢？小美的恋情也是这样浮浮沉沉。她从刚开始谈恋爱之后呢，几乎每一段感情都无缝接轨，没有空窗期。与其说她炙手可热，不如说她非常恐惧孤单。她经常想着，如果我走了，那他该怎么办？他对我虽然不好，但是对我好的时候还是很好。于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复陷在痛苦的关系当中轮回，一次又一次被下一个男人给解救，但一次又一次被这个新的男人所伤害。后来，小美发现自己是焦虑依恋，为了避免有一天会被抛弃，为了不要重新回到那个孤单、难受、寂寞的日子，她宁可把自己放在一个糟糕的关系里，或是被动的等待下一个浮木，让她可以无缝接轨的被照顾。可是她其实很不喜欢自己这个样子，爱到自己都不见了，就像是拇指姑娘一样，一个又换了一个，但到最后她才决定让燕子救走她。你也是这样的人吗？你也经常在感情里面感到不安、害怕、紧张吗？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么不妨参考拇指姑娘这个故事当中所提供的解答。其中一种解答是在故事当中，拇指姑娘被迫和田鼠结婚，她想到，燕子可以来救我啊！相较于之前每一次都刚好有人来救她的无缝接轨，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想要脱离痛苦的环境。换句话说，她也开始意识到自己不一定要迎合和讨好别人，也可以去想想自己要的是什么。而这个发自你内心的内在动机将会陪伴着你，它有可能会帮你召唤来你生命当中的燕子，脱离无限循环的噩梦，找到真正属于你的王子或公主。
我有一个逃避依恋的朋友，叫做修bình。修bình呢，他生长在充满情绪的家庭里面，家人都用一些高度情绪的字眼来勒索他和攻击他。长大之后，他因为太害怕被伤害了，他已经习惯把自己的情绪开关给关起来，尽量不要和别人交心。可是每一次聚会和喜欢的人有进一步互动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感觉到焦虑不安。当他把内心的一些事情说出来的时候，他会觉得开始担心紧张，会不会被对方给影响。小明最喜欢的故事是睡美人，而印象最深刻的一幕则是睡美人被纺锤扎到，中了女巫的诅咒，整个城堡都陷入沉睡，长出好多的荆棘。所有路过想要拯救这个公主的王子都会被荆棘给刺死。当我问修bình在听到这段故事的时候有什么感觉，他说他觉得这一幕很可怕，可是又很安全，因为公主虽然不会醒来，可是也不会有人伤害得了她。小明认为自己就像是这个公主一样，宁可封闭情绪，拒绝太亲近的接触，只要不相信别人，就不会被别人所伤。1年之后，他遇到一个可以真的走入他心里的女孩。这个女孩可以接受他一次又一次的推开，可以接受他的冷漠和距离。慢慢的，他愿意透过一点点，把自己不为人知的心情和脆弱给对方知道。然后他慢慢发现，就算是信任一个人，也不必然会受伤。如果你是焦虑依恋，在一段让你感到不安的感情当中，却因为害怕寂寞舍不得放手，或者你像小明一样是一个逃避依恋，无法让别人进入你的内心，那么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给时间，一点时间。很多人都急着想要变安全，但都忘记了时间是需要时间的。就像睡美人的故事里面那个王子，他也是经历了好多个王子的失败之后才出现，而他一出现之后，路上的荆棘都无法伤害他，可以直接进入房间吻醒公主。这也意味着要慢慢的变得有安全感，是需要耐心跟时间的。所以再强调一次，给时间，一点时间。那如果那个人一直没出现，该怎么办呢？难道我得终身怀抱着不安，一辈子当个乳蛇吗？很简单，你就当自己的王子或公主吧。在荣格的理论当中，每一个人他内在都住着阳性和阴性的力量。阳性的力量负责刚强、勇敢、理性、与人对抗等等的角色；阴性负责情感、温柔、柔软、感觉等等的角色。你之所以在感情里面过得如此痛苦，很可能是某一个部分霸占了你心中的那个舞台，让另外一个部分的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被看见。在关系里面爱逞强的人，喜欢把别人推开，避免受伤，这样的人有可能需要一点点脆弱的力量，让温柔的感觉的情绪的那个部分可以出现一下下。相反的，如果你是那种爱上一个人就会患得患失、失去理智的人，那么你也要让你阳性的部分出来抵挡、切断那些伤害你的关系。当你心中的2股力量可以被平衡，那个活得很不自在的自己，就有可能找回一些的安全感。最后，我想说，你是自己童话的主人。童话故事可能反映了你的某些部分，但你也可以凭自己的感觉和想法做出不一样的诠释。愿我们都在那些让自己痛苦和恐惧的森林里，找到我们自己的宝藏，最真实的自己。谢谢收看这集的可能性调查署。还记得你一开始想的那个童话吗？你当时脑中出现的画面是什么呢？在下面留言你喜欢的童话，跟你顿悟到的事情，与你自己生命有什么连结，就有机会抽到海苔熊限量商品哦！天下没有难学的知识，我们下次见。